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日，星期五。那么上一个视频聊了一聊这个移民的规划，我也举了一些我自己的经历。那么有不少网友呢就给我留言，也有的给我发邮件我看了一下有来自美国的、加拿大的、德国的、日本的，还有法国的那么我呢表示感谢因为可能吧，就是差不多我们也都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都是40多，然后呢也都是有这样的移民的一些经历家里面是有家庭有孩子可能就是大家对未来的人生呢都会有一些这种未知的、迷茫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吧。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说，尽管其实40多岁了，说经历也有一些但是呢，对未来这个就好像还是觉得很多东西很未知、很迷茫就拿最近我在西班牙呢，我看到就是有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很符合我然后我也跟这个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呢就聊了一聊那这个工作呢，就是到那个西班牙的另外的一个岛上然后呢就为这家公司呢去拍摄。那么这工作呢好在什么地方？就它有一些居家办公就是你平时呢只要居家办公，但是你要住在那个岛上然后呢你要出差就出差也是欧洲几个国家，因为这是一家欧洲的公司然后呢工作的内容这个是我的老本行，就是摄影嘛我呢也非常的适合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是没问题的而且它也不需要你掌握西班牙语就你只要英语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工作呢其实我是有点心动的说实话。那么我不是自己打算做投资理财嘛，对吗？为什么要去工作呢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投资理财我是很热爱的我是很热爱的，就我把它当做一生我觉得可以学习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从几个角度来讲一个就是就我移民了那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最终其实我还是挺想融入的就是说也想在这个国家，比如退休有养老金然后你就是你在社会的这种层面上是吧，你也有很多工作当中的朋友就你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一群孩子的家长，或者说出去遇到一些人那很多在这边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很多是养老的人就他们年纪都比我们大，都比我们的父母还要大，都是70岁80岁90岁的也有那么这些呢，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交流比如说他们会说他们曾经去过亚洲去过中国或者他问你是哪里来的，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然后还会聊一些，反正就是说聊的就是感觉很不深入的那么和年轻的父母呢，就和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聊呢，就会聊得深入一些。比如他们就会问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那之前我一直都会说一般我会说两种，一种就是说我是从事金融的还有呢就是我会说我是从事这个摄影的那么其实这里有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的人比如说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他们是
父亲是德国人，然后妈妈是西班牙人，但是呢，他的母亲就是十几岁就开始学德语，然后呢就去了德国读大学，然后在德国读大学，在德国工作，然后又结婚再回到就是西班牙这里还有一些有的就是在挪威工作生活，但是呢那个有一个母亲是中国人然后他的父亲也是个德国人反正就是大家会交流那么我就发现呢，其实嗯、其实虽然我来了也很长时间了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就是完全的融入到这里。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讲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比如说我通过投资理财什么，就是说我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对吧？就是说你不会饿死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考虑到比如说孩子那么就别人问你孩子，就孩子一天天也会长大嘛，他如果到学校，对吧？就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交流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是在社会上你要有一席之地就是你要有一个从事一个职业，对吧？因为这样我就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群孩子在玩然后这个他父母觉得，哎，你是一个有一个不错职业的他就很放心他的孩子跟你孩子玩我说真的，我这个绝对不是乱说当然，其实这个也很能理解，对吧？就像如果我的孩子去跟一个人玩，然后他的父母如果是一个有很稳定情绪、很稳定工作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对吧？还能觉得就是能够学习到更多东西，是吧？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你是一个外国人，就你就不是本国人他本身对你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不了解因为我们这其实华人也很少就几个吧，然后在这边经常玩的那就更少了所以其实大家一开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都没怎么交流都没怎么交流。但是后来可能时间就很长了，就可能半年、一年，然后大家的孩子也都慢慢长大了，他们总会在一起玩的。那么我们才开始交流所以这个有一点，我觉得是从这个方面去考虑第二个呢，确实，就我现在40多岁吧40多岁，说年轻也不年轻了然后身体上也不如过去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体重很重，然后身体的状态也没有过去好。我过去就是在像这种西藏这种有高原反应的地方，我连续工作，然后十几天然后都没有任何的感觉，然后每天都可以这种5点钟就早晨5点钟起来就去工作，然后工作一天，胃口还好，睡得也好但现在我发现体重也上去了这种基础病也来了，然后脚也不好了，因为体重过高了嘛，这个脚就会不好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尤其到中年男性的还是这个一定要控制体重那么说年轻不年轻，说老呢也没有老然后呢，其实我也挺向往的就是有一个 team 对吧还是像过去那样，然后很多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这种工作呢，不是说你在 office 里面你是
大家坐在那里啊，拿个电脑，然后整天开会啊，或者说讨论的更多的是什么计划呀、数据啊这些东西啊。因为我的职业其实就很简单，大部分都是模特啊，然后穿上漂亮的衣服啊或者什么，然后去一些好看的地方啊，然后你就拍摄，对吧？那么大家聊啊什么，反正这种团队吧，就是这种就是自己管自己的一件事情，做完就可以啊。那么这个会不会就让我觉得又会变得更年轻啊？就是说状态啊，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有一点好像就这种退休老人的这种感觉。虽然我人还没有老啊，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吧啊，那种啊，就是好像又有点打鸡血的感觉啊，然后大家我现在觉得很多人很多很年轻的人一起，比如说吃披萨，对吧？一起搞个 party 啊，可能都挺好的这当然是好的一面嘛，就是我想的这些想法，但现实也是很现实的。工资的待遇呢，一年是4万欧元啊，四万欧元，四万欧元怎么说呢？其实，在西班牙，就是如果按照本地西班牙的收入和来讲呢，应该来说也不算很低啊，应该来说也不算很低。但是呢，其实西班牙这边它是发14个月的工资的，那你4万除掉14个月，然后你再去掉税啊，去掉社保啊，其实你拿到手一个月可能就20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0欧元出头一点点。但是事实上，这个工作，就你投入的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啊。首先就是你要频繁的出差啊，然后你还要频繁的拍摄啊，因为它这种拍摄啊，除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啊，你除了就是这种每一次的新品啊，你要去拍摄，然后你还有这种日常的维护啊，比如说，因为现在做这种时装啊，做这种就是奢侈品啊，很多都是他要不停的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图片，对吧？就是他每天就是要活跃嘛，活跃自己的用户。那么这种就是你要基本上每天都要去拍一点素材啊，那这个就是总的来讲，这个量其实是不少的啊。但是这个收入呢，说句实在的，这个收入比就是在现在啊，因为同时间啊，我也看到一个在上海的一个 offer 啊，就是一个工作，那么上海的工资啊是这个工资的3倍啊，就是一年是等于12万欧元左右的12万欧元，就反正人民币差不多100万吧，对吧？那么还有很多啊，就是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就是不确定的啊，因为你就是你如果又去重新去干这个职业以后呢，那么你还有很多就是合作啊，合作，比如说某个手机品牌或者某些产品啊，找你做一些宣传，对吧？或者说一些体验啊，一些试用啊，这种是很多的啊。尤其就是你又重新去频繁的像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什么，就是你频繁的去干这件事情了啊，那么你就
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啊，像我过去就是这样。那么你逐渐的你不干这件事情了，那么这些机会就是随之而来，就会找到正在运动当中的，对吧？正在工作的状态的这些人啊。那么收入上啊，其实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啊。虽然我也没有就是说一定要看这个收入啊，但事实上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而且就是想想看，还要频繁的去出差啊，然后跑到什么法国啊、德国啊，就要频繁的出差啊，这个也会让我就犹豫一下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有个鸟啊，拉了个鸟屎在我手上啊，我要清理一下。继续啊，那个，反正就是算上啊，如果又要搬到什么岛上去，然后又要这样那样的，就我又会犹豫啊，我又会犹豫。但事实上啊，说句实在的，这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了啊。就我们不拿它跟别的地方去比，就是说仅仅在西班牙来讲呢，对我来讲，这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了啊。因为之前其实我也和一些房地产的公司啊有一些合作的，那么那些的这个回报啊也是很低啊，就工资很低。那么在西班牙其实能找到一个啊，他不需要你讲西班牙语，然后工作又那么吻合，还有一定的居家办公时间啊，而且是这样的收入，应该来讲呢就不算太糟糕啊。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啊，就我现在如果不是有孩子啊有家庭啊，我就一个人的话，那我肯定立刻我就去了啊，这犹豫都不用犹豫的，立刻就答应了啊，因为可能考虑的就是更长期的，对吧？但现在呢，这个情况啊，还是要再考虑考虑。所以西班牙呢，它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也是就是我想的比较多的地方。那你说它这里好不好啊？就像我昨天我和那个我老婆我们又在聊啊，我老婆就会说，哎呀，你怎么一会儿一个想法，一会儿又这样了，一会儿又那样了，是吧？因为她的就是西语能力嘛，因为她的西语能力肯定是花了很大的时间，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学习了。那么所以对她来讲，她可能就是不像我如果觉得明天要走了，我就明天走了啊，因为我也没有，我就花了钱，花了时间，是吧？我也没有花了那么多精力啊，所以这个就是点自私，对吧？就因为你对他付出的努力啊，你就没有那么那么考虑到里面啊，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啊，如果又走了，又要去学一个什么语言，然后啊，他就会觉得很累啊，因为其实主要的我也是最近看了很多房产啊这类东西啊，比如说像日本，那么像日本啊，就是同样的啊，你比如说你在京都啊、大阪啊，你买一个全新的这种就是别墅啊，日本也叫什么叫一户建吧，反正就差不多的啊。你买在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啊，差不多也就呃30万欧元吧，能买到不错的了啊，全新的。而且在这种房子，就从房子这件事情上来讲，差不多西班牙的房子的价格啊，就东京不说，就日本的东京这些地方不说，就集中的那块地方不说，那么西班牙的这个房子的价格现在是日本的2倍啊，差不多。就你在这边你要想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那么你没有个50-60万欧元啊，你就想都别想啊。那如果说你同样的，你到日本去啊，你只有30万欧元啊，就 OK 了，就搞定了啊。然后呢，
日本的这个经济啊，还是全世界排名第5，人均收入什么啊，也要比西班牙高，对吧？那么从饮食啊各方面啊各种东西来讲的话，肯定更适合我们亚洲人啊。而且我对日本已经很熟了啊，就日本就是说从北到南啊，从最远的北海道啊，到那个最南的什么鹿儿岛啊，什么那些度假的啊，因为以前去拍摄过太多次了，包括什么中部啊，什么名古屋啊，对吧？大阪、九州啊，我就很多地方就实在太熟悉了啊，所以就到日本，几乎我也不用动什么脑筋啊，就非常的容易。但是呢，主要的啊也是又想到啊，又要跑过去，然后又搞来搞去的，对吧？就觉得，哎，这精力实在是要花很多啊。然后你说在欧洲也生活了那么多年，所以人就是这样啊。就像我在留言里面就看到啊，就有朋友说，很多现在在北美，像什么美国、加拿大或者澳洲啊，很多生活了20-30年的华人啊，现在重新回到，要不就回中国啊，要不就去台湾啊，或者回到香港，对吧？香港也很多人香港之前移民了一波人，现在很多人又回去了啊。那么重新去那边生活，我现在就是现实的，跟我通过那个邮件沟通的人啊，都有好几个。但我发现呢，他们也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我实话实说，有的呢就真的是家庭条件是很好的啊。这些人在很多国家都有房子，那资产我估计都是几千万美元级别的，对吧？然后呢，他们就觉得，比如说这个现在没有过去那么好了啊，因为他们的感受更强，他们出国的年代也更早啊，这些都是已经出去20年或者更怎么样，他觉得哎，好像比之前他要差一点，那么他就觉得啊，我要走啊，那他有这样的这种财富的积累啊，而且他要回来，他也随时可以再回来啊。他比如说在美国的房子，在加拿大房子，他也都在那里啊。他只是现在人走了，或者有的要给孩子就是从那个中文的基础教育啊，觉得再学一学啊，有很多这样的啊。那这些真的就是条件非常不错啊。还有的第二点就是他们的确也是就出去了也有个20-30年啊，就所以他的这种对比啊，这种东西都太强烈。但你像我们这种呢，就首先我们条件肯定跟人家不能比啊，就我们每走一步肯定要算啊，要计划，就不是随心所欲的啊，顾虑的东西就会很多啊。说白了就是没钱，就是穷，是吧？啊，就如果到那个这个资产了啊，考虑的问题就没那么多了啊。但是这也没办法，这是现实嘛。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还是就是移民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啊，就没有他们的时间那么长。就他们也到了一个年纪大了，就养老了，对吧？或者说他也不想的更多了啊，因为可能之前他们出国的时候也是满腔热血啊，移民，想要创造很多很多事业什么的啊。那有的也达到要求了，有的嘛就年纪大了嘛，也就算了，对吧？你就像我现在，我也没想过说我要再创业去赚什么一大笔钱，是吧？没有这种想法啊。就像我去找的这个
工作啊，也是就觉得能够交个社保，对吧？啊，有个养老金啊，然后就更融入社会啊，主要是往这方面去考虑了，就没有想过说啊，一定要再开个公司，什么初创型公司，再发家致富啊，就没有这样想法了。还有呢，就是感受呢就没有这么强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主要呢，我觉得西班牙呢，它优点呢，它就是说，这真的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国家啊。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人的压力没那么大。就如果你同样的，你说你在西班牙，你在日本，或者说你就说别的地方吧，你比如说一个你像德国啊，你像波兰，对吧？啊，波兰啊，20年。就这20年，它的 GDP 增长的都很快啊，波兰这个国家。然后在学术上啊，在数学，在这个科学上啊，应用这种东西啊，现在都欧洲就发展的都很好啊。然后它的税啊也很简单啊，然后它的税就是19%。房价啊也是比西班牙要便宜接近40%啊，就是波兰的买一栋这种别墅啊就要便宜很多。但是呢，你说像那些地方对吧？你包括德国也是收入更高，但是你的呃这种生活的氛围啊，就肯定大家就要努力啊，就要卷啊，你就不可能像西班牙，西班牙真的是一个很随性的地方啊，就你犯点错啊，没什么啊，就反正工作当中啊，我日常当中我遇到的啊，反正我遇到的每一个，比如说你到超市去啊，钱找错你了，很正常。我去医生那边看病啊，他给我药开错了，呃，我回家吃了，然后后来我又去找他啊，也很正常，就没有什么好像大不了的事情啊。当然了，药吃错了是我自己发现的，啊，就一直吃下去就不妙了，对吧？啊，但是我还是比较谨慎的嘛，所以我就会发现。然后反正生活当中嘛，这里人很容易自然熟啊，就有的人你可能刚开始不认识啊，你认识了以后啊，你就聊聊什么啊，他很愿意跟你聊啊，就这个跟日本啊，跟德国啊，肯定是大不相同的啊。就这种人的边界感没有那么重啊。但是呢，像西班牙，我觉得他面对的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啊，你要在这边收入要能够上得去也很难，因为它主要就是一个旅游导向性的国家，或者农业啊，就服务业、农业。那这边大部分的工作啊，就比如说你是像这边旅游沿海的啊，你去做服务员什么啊，餐厅啊，酒店服务啊，什么出租车司机对吧？反正就差不多就类似的这种东西吧。出租车司机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啊，呃，反正就差不多就这样啊。要不你就自己开个饭店，开个什么东西啊？那就要投资，那就要花更多的，对吧？这种就是说你跟我们这些呃原来从事不是服务业行业的工作呢，你就会有点不知所措啊，并且未来应该长期来讲它还是这样。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旅游比较火热的地方，对吧？你全世界，你像旅游，法国排第一，西班牙又排第二，那么它的这个房子啊，就会有大量的这种呃欧洲其他国家的啊，就收入更高的国家的人来买啊，这个也是它房价高、收入低啊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呢，这个啊就是一个问题所在啊，也是
也是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孩子还小，对吧？就是说未来啊，有的朋友说啊，孩子这问题你不用想太多，他未来会自己有自己的道路的啊。其实我觉得从我自己身上来讲啊，因为我经常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就是像我就是没有经历过很好的系统性的教育啊，就是我主要是靠我自己，但是我在很多学习的这种努力上啊，我就不足。就比如说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我就会去做，我就会去学习。但是如果我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感兴趣，就比如说学语言啊，我对英语感兴趣，我就会英语就学好。我对西班牙语好像就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就很难把它学好啊，我就不太会逼自己。但是你像我太太啊，她是就学历上各方面都会高我啊，所以就是她是经历过很好的学习的。那么她在学习的这种事情上面就很好啊，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人有时候就会这样，就是说你缺什么，你自己缺什么啊，你就会想要弥补。我觉得孩子就是啊，我觉得就是说在教育上啊，我认为是最值得去投资的啊，最值得去培养的啊。我反而觉得就是说钱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教育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啊，就它真的能够改变。哎呀，好吧，今天反正又聊了挺多的啊，乱七八糟的啊，完又闲聊啊，谢谢大家。